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反物质是一种奇怪的物质，几十年来一直是物理领域的关注焦点。它是一种看起来像普通物质的材料，但只要它与我们周围的任何东西接触，即使是一粒尘埃，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探讨反物质的基础知识，包括它的发现和性质。我们还要重点讨论近期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学家们如何困住反氢，从而能够对其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以探索宇宙中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物质而极少能发现反物质。反物质最初是由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1928年预测的。当时他发现了一个将物理学的3个关键理论统一起来的方程。狄拉克的方程不是一个，而是2个解，其中一个解非常合理，描述了电子的性质，而另一个解似乎描述了一个亚原子粒子，其性质是电子的完美镜像，具有相同的质量，但电荷相反，称为反电子或正电子。正电子的发现是在1932年发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完全符合狄拉克4年前预测的粒子。自从物理学家发现了第一个反物质粒子以来，这种物质在某些方面变得相当频繁。研究人员已经发现，雷电在雷暴中会产生正电子，当它们与附近的电子相遇时，它们会相互湮灭。香蕉中含有微量放射性钾，每75分钟会发射一个正电子，当它们接触到电子时，它们也会迅速湮灭，但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物理学专家当前所理解的物理定律规定，每个基本粒子都有一个反物质孪生体，例如电子、夸克和木子分别与正电子、反夸克和反木子成对出现。每个反粒子的重量与其孪生体完全相同，但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电荷。如果这些孪生体相遇，它们会相互湮灭，通常会产生光。直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对反物质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由于这种物质倾向于在微小的光暴中消失，研究人员很难将其保存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实验。但在过去的20年中，瑞士的3物理学家一直在开发特殊的磁铁容器和激光器，以便更密切地操纵、存储和研究反物质。现在他们终于能够将其困住足够长的时间，以近距离检查反物质，以及更多地了解它如何与物质形成孪生体。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中，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验组 Alpha 的物理学家们测量了反氢的新属性。这是氢原子的反物质孪生体，与由一个带负电的电子绕着一个带正电的质子和运动的氢不同。反氢由一个带正电的正电子绕着一个带负电的反质子和运动。在这个实验中， Alpha 的物理学家测量了反氢的部分光谱及量子粒子发射的特征光。这些发射光的频率或颜色揭示了反氢的内部结构信息，例如正电子绕着反质子和飞快运动的轨迹。反氢应该发射从红外线和红色到紫外线和紫色的特定频率，但Alpha 关注的是它在紫外线的发射。为了测量反氢光谱的这一部分，他们用脉冲激光照射反物质，诱使反氢发出光。这个想法是测量光的颜色，并将其与氢进行比较。Alpha 的50名成员合作的发言人杰弗里·汉斯特物理学家说道，Alpha 团队利用 CERN 的粒子对撞机和其他机器制造反氢，这些机器可以产生反质子和正电子。在这个实验中，他们每次混合大约9万个反质子和300万个正电子，在绝对0度以上半度的温度下进行。这样的低温是必要的，以便减缓反物质的速度，使粒子不会碰到周围的物体并消失。这些混合物仅产生30个反氢原子，他们将其收集在一个长圆柱体中，大约是一根纸巾管的直径，保持真空状态。在2个小时内积累这些粒子，他们设法收集了大约500个反原子，然后他们对反氢进行脉冲激光照射，导致反原子发出光。他们测量了其光谱，他们用几批反氢重复这个过程，将其紫外线辐射的频率测量到12位数字的精度。作为量子机械对象，正电子遵循奇怪的规则，它只能沿着与反质子核有关的某些路径移动。这些规定的路径与反氢的光谱中的光的频率有关。透
通过精确测量光谱，他们因此能更好地描述正电子和反质子核在反氢中的关系。Alpha 对反氢的研究符合了物理学中更大的目标，寻找物质粒子和它们的反物质对应物之间的差异。目前的物理理论及物理学家所说的标准模型，预测这些对应物应该始终像镜像一样行为。反氢的光谱应该完全匹配氢的光谱，反氢中的正电子和反质子之间的行为应该完全遵循氢中电子和质子之间的行为。但是物理学家们早已知道标准模型并不完全正确。德国麦因茨大学的物理学家兰道夫·博尔说，根据标准模型，我们甚至不应该存在。如果大爆炸按照标准模型的规则发生，宇宙应该产生大约相等数量的物质和反物质，物质和反物质早就会湮灭，就没有足够的物质剩余来形成星系、恒星、行星和人类了。我们可以在反氢中复制经典的氢实验，来解开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谜团。例如，在最近的这项工作中 ，Alpha 重复了一项1947年的实验，他们测量了反氢光谱中的一个称为兰姆位移的特性。这一特性是以威利斯·莱姆的名字命名的。他在氢中发现了这个特性：当用某种类型的激光照射氢时，氢会发出两种非常相似但最终不同的紫外线光谱。为了解释氢发出这两种颜色的原因，物理学家发展了新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这是当今粒子物理学理论的基础。量子电动力学揭示了空间中从未真正为空的事实，粒子会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跳跃。当分析每个粒子对撞击实验的结果过时，研究人员必须注意到这一点。理论上讲，使用反物质重复这些实验可能会产生关键性的突破。然而 Alpha 发现反氢展示了与氢完全相同的兰姆位移，符合标准模型的预测，即孪生子应该行为完全相同。因此，这意味着团队没有找到任何新的线索来解释宇宙存在的原因，但他们仍然很兴奋，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一个可靠的制造、储存和操作数百个反物质粒子的方法，时间长达数小时。总之，反物质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物质，它仍然让物理学家们感到好奇。虽然为什么宇宙中有更多的物质而不是反物质仍然是一个谜，但科学家正在使用复杂巨大的粒子探测器来探测这其中的奥秘。未来几年的新粒子核效应的发现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的本质以及它如何形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